大家收看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720年现场直播，我是陈雅礼，在我旁边是从高雄上来啊，最近才刚刚当了爸爸，我们的球评黄宏琴。大家好，雅礼哥好。啊，今天讲到这是毅力啊，营造跟台电啊，这个赛季的第3次交手了，前面2次交手是在上个月12月初啊，在高雄凤山体育馆。那2场比赛虽然都是高雄台电获胜，但是那2场比赛啊，这个小妹妹也都从老大姐手里有拿下1局过。对，打得很激烈哦，因为那场球赛是在我们高雄举办，那刚好我有在现场看哦，那打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来回波非常的多。那我们之前都会比较担心的是年轻球队在整个抗衡度上面可能会稍微比较薄弱一点，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毅力营造真的打出一个很成熟的球风啊，所以其实现在各个女子队对到他们的时候，其实都不能掉以轻心哦。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啊，当然目前讲到在得分排行榜上，我们刚才看到前5名啊，高雄台电这边并没有球员打进到前5名。到目前为止，高雄台电全队得分最高的是今年从自由球员啊转回来担任大炮的徐婉云。徐婉云到目前为止138分的得分，在女组得分榜上面暂时排在第8名。是，不过我想哦，今年大家可以来，如果你是老台电的球迷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今年来期待一下，可能今年的高雄台电是蛮有希望可以重返荣耀。那刚刚提到那个得分排行榜，因为目前哦，高雄台电它其实出赛的场数没有到特别的多，目前只出赛9场。哦，那像新北中心他们已经完成了14场的赛程。那我想在这4、5场的时间，高雄台电里面的球员可能会再继续增加自己在得分数上面的一些的表现呢。的确，就像洪金讲的，来到了下半季，我觉得在这下半季的赛程当中，对于高雄台电来说，赛程相对它会是比较紧密的。对，没错没错。所以球员的体能上面的考验哦，他们自己也要稍微的去注意这个环节啊。高雄台电今年的重返荣耀之路啊，开季2连败，其实有一点低迷，也让大家有点担心。不过最近他们拉出了一波7连胜，对，而且哦，他们在下半季大家熟悉的黄心瑜高高也回到了正中哦，因为他之前是因为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因素。那其实今年度也有人担心说，台电在换血的阶段，其实中间手他们是比较薄弱的一个区块，但是到目前为止哦，那几个包含说胡小佩还有包英启的打到了先发的位置，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好。对，慢慢的换血，我觉得这个成效有出来了。尤其今年在这个小毛教练是过去算你同学嘛，对，的带领之下，这一波7连胜已经是带给高雄台电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信心了。对，不过小毛教练，我觉得先来看一下先发。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毅力营造的先发名单，在自由球员举球员当中是张庭伟攻击手陈平宇，然后中间手吴子华。曾雨柔、陈毅、卢嘉文2名自由球员，看到李君妮还有林喜。在台电这边，举球员是洪佳瑶，搭配大炮徐婉云，快攻手的胡小佩、黄静轩、彭雨柔、包英琪，然后2名自由球员分别是钟红勋以及吴敏玉。刚刚提到小毛教练，我觉得哦，他现在站在那个位置，他比较不会很直接的跟球员讲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哇，他如果坐在观众席或板凳区的话，他是多凶啊！所以我跟自己同学讲，我说你在球场上面要更有霸气一点。好，这场比赛现在正式开始，毅力营造先来发球，一开始徐婉云在2号位这边的重炮攻击，马上得分。哇！标准的小钢炮。对，不过可以看到，今天毅力营造并没有把前几周表现非常好的简艺文先放在场上，反而是先放上曾雨柔。简艺文跟陈平宇其实刚才讲到了，之前的比赛一直在得分榜上面排在前2名的位置。同样的是在2号位这边的攻击打在自由球员的手上喷出了界外。说着说着就来了哦。那陈平宇在去年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他代表台湾去参加这个 U18的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哦。那其实在当时也是有获选最佳边线攻击手。胡小佩这次的攻击第一时间被拦回来，彭雨柔送到4号位这边的攻击，结果哇！再度得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今年毅力营造这支青女球队哦，他们在整个防守反击第2波的那个粘度真的有打出来哦，就是不会说像之前可能1、2波就因为自己失误或者是体能不足，然后就送给对方分数。这波又被毅力营造给守住了，
结果好像跟攻击手之间的一个配合没有配好哦。对，还是可能忘记这个球是第3球了哦。这个球应该直接把球送过去了。胡小佩的发球，伊利营造这边再举给陈毅，陈毅这一次的攻击，结果遭到了台电女排的双人组合拦网。 对，如果这个战术来说，往4号位这个地方调，并不是太明智的选择，因为毕竟台电队最高的黄敬轩就等在那个地方啊。陈明宇，今天的进攻得分率到目前为止100%哦，2次出手都得分哦，3比3。 哦，台电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已经连续被毅力营造这边打了2颗2号位，而且都攻在直线的位置哦。洪宇柔，这次攻击被守下，再给陈平宇这边，没有机会，只能垫过来。这是毅力营造的机会哦，快攻球，哇，切到中间，这个快攻得分，毅力营造现在取得4比3领先。 哇，这个球完全拦网的起跳时间整个慢了1拍啊！金轩这一次的快抹，完全是把球推向毅力营造这边的防守空档。毅力营造这边接发，这一次用个逼式快攻，结果被台电给守起来了。彭宇柔大斜线的攻击在界内落地。这个球虽然比较长但是宇柔用他的这个攻击技巧，用手腕把球带到更斜的这个位置攻击得分。陈毅接发，在这边同样是一个斜线的攻击。 其实这几颗的球，不管说是毅力还是台电这边这个防守的人都比较可惜了一点，因为其实这种球，他们如果只要站在这个攻击的轨道线上面，其实都有机会可以把球守起来。哇！结果在这个时候，毅力营造3号的曾宇柔罚球失误。台电的这2名自由球员吴敏玉以及钟红勋算是比较年轻一代的自由球员。对。 还有，交给后排，佳瑶给逼式快攻，这一分有非常多来回波。徐婉云在4号位这边的重号攻击啊。 感觉毅力营造这边目前的那个团队的组织性还没有完全打出来稍微的在防守完之后的组织进攻上面比较凌乱一点。7比5，目前高雄台电暂时2分领先。陈毅的攻击被拦回来，再来一次，再被拦回，再给陈毅吗？没有了，后排陈平宇，这应该是个农引吧？对。 看到陈平宇的后排攻击，对，是打在网带上。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不是很好的给他的一个时间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其实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接发之后，同样的是逼式快攻又被守起来了，黄继轩、陈毅。 今天台电在第1局开始拦网，我觉得设定的不错对，其实陈毅他有想要改变一些攻击上面的技术跟手法，因为前几颗的强击球都被拦回去，但是这个球他想要尝试做一个轻扣球，结果刚好被包英奇制空能力久的时间把他给抓下来。好，这个时候把邱凡琪给换上来，让陈毅下去休息一下。
还是被守起。婉云这一个吊球，哇，打得非常聪明啊，徐婉云。不过刚刚洪家耀给徐婉云这个球完全是开掉了。但徐婉云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攻击手，然后知道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还可以帮助球队得分。进到台电的前面2年，其实婉云都是担任自由球员，比较闷一点。不过之前赛后访问问到他自己也说啊，这个能够回到攻击手，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台电刚才发球的失误，现在4分落后的毅力营造，邱凡琪的发球。 佳瑶给婉云，哇！今天的攻击的重心目前都放在徐婉云身上啊。今天高雄台电的接发球方面，也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大问题。至少都能够到位。对，如果要比较挑剔的话，就是他们防守起来的球的质量跟到位率比较低啊，所以在第2波组织进攻上面就没有办法打出一些比较复杂或华丽一点的战术。再送到4号位这边给陈品宇。来看台电这一波组织，给婉云。哇，面对2个人挡在他前面啊，非常的敢打。 对，而且很有经验，是打那个中间手的外侧手。毅力营造队请求暂停。哇，从5比5之后，现在一下子拉出了一波6比1的攻势啊，所以现在毅力营造这个时候林庸顺教练请求暂停。 今天在毅力营造这边，刚才林庸顺教练也跟快攻手卢嘉文啊做一些指点。卢嘉文到目前为止有3次出手攻击的机会，但是还没有拿到分数。他这个点的发挥对毅力营造来说是很重要，因为你快攻手如果完全都没有发挥的话，你会让对方的拦网知道说，哎，你可能不会再给快攻，所以他就可以很大胆的先去做边位的拦网。包英奇这个球发过来，陈明玉，哇，完全防守的位置是完全错误哦。刚刚看到包英奇站的这个位置是在2个拦网者的手部的后方的位置。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跟球员要训练他们防守的时候，应该是要站在拦网没有 cover 到的路线上面，在那边等球啊，去补空档。对。 修正球给婉云，这是毅力营造的机会哦。哇！不过这一次切进来的陈品宇啊，这球打出了界外。那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高雄台电哦，除了本身接发球很稳定之外，他们今天的拦网哦，其实做得蛮扎实的哦。对，对于这很敢打的毅力的这些小妹妹来说，很多的攻击都被台电队拦回来。 再给陈品宇，这球拦到，差一点点啊！毅力营造在陈品宇这个进攻点表现的还是相当的不错，是，而且他不管4号、2号的前排哦，或者是后排哦，其实都有他的一个破坏力。第一局的比分现在来到13比8，5分差。毅力营造张庭伟发球。 发的比较长一点啊，彭宇柔接发之后，季轩，哇，这个球落点打得非常的深啊。后排虽然已经有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但是因为就像洪金讲打得很深，对，在救的时候啊，没有办法能够把球啊给打回来，就直接喷掉。对，这个球如果放掉也是在界内哦，它不差不多是落在接近这个端线的位置。 哦，陈品宇这个球出界了。来看一下慢动作。今天的2队的教练都很客气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挑战，只有过1次的暂停。
佳瑶举给彭雨柔，哇，打在标志杆。从慢动作回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先碰到标志杆。对，想要打直线，但是打到了球的位置来说的话，打的比较切到一半的位置，所以这个球是会继续往外旋。 做一个逼式快攻给胡小佩，伊利到手起之后，在这边的攻击还有佳瑶给静轩，打在拦网球员指尖上。2道的防线啊，对，在后排的李君妮很可惜也没有能够把这个球给救回来。 哇，又是直线，在第一局刚开局的时候，就连续被伊利这边连续打了好几颗2号位的直线球啊。所以看台电这边要因应的，就是说拦网的策略上面是不是要先以直线为主？那再来后排的防守的球员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防守。佳瑶这边做了一个单脚背飞。 黄英琦这个球也打得很长，我觉得今天在台电的攻击方面，好像都是刻意有点把球打长的那种感觉。季轩的发球出界，还是维持着6分差距，17比11。伊利遭请求替补，3号下11号江晨毅上，9号下33号许真轩上。伊利营造一口气换了2个人上来。 台电这边也把他们另外一名自由球员吴敏玉给换上来，这球被拦到，佳瑶举给彭雨柔，李君妮这个球虽然有救到啊，但是球还是喷掉了。 我觉得邱凡琪在2侧的一个进攻的时机的一个拿捏跟闪拦网球员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成长的一个空间啊。我觉得可以再更大胆一点，特别是手腕最后扣球的那个时候的手腕的运用哦。说着说着，邱凡琪就来了，婉云在这边被拦到。好，卢嘉文今天得的第1分啊，是拦网得分。有时候你攻击没办法帮助球队，你在别的环节帮助球队也是一件好事啊。卢嘉文身高超过180公分啊，是这些新生代这个高中球员当中哇，身材条件是可以说相当好的。佳瑶再举给婉云，哇，虽然拦网的手有碰到，看到徐婉云最后贯穿进来的球还是很有破坏力，那个磅数还是很强啊。 从前排拦网球员的2个手中间穿过去，19比12。黄英琦发球，后排。哦，这个球就站对位置哦。给婉云，哇，婉云这个球很敢打啊。对。 这个球虽然是修正球，但是徐婉云展现出一个主攻手该有的这种攻击的决心跟霸气啊！这过去2年没有打的份啊，这个今年这一季全部把它打回来。对，而且通常这种球得分之后，就是球队的士气又会再到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了。20比12，现在台电来到了8分的领先，这个球进攻又被拦回，开网陈廷宇这个球是挪印了。这个球应该是要来挑战拦网触球。伊利造请求挑战项目是拦网触球。我们的球评黄金果然知道这个林永顺教练心里在想什么。那这个球如果让伊利营造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被判一个公正球。
今天在新庄体育馆总共有3场比赛啊，第一场高雄台电对毅力营造，啊，下一场还是女子组的比赛，由台北精华要来对上新北中仙。对，也要提醒明天要来看球赛的朋友，明天的赛程是只有剩2场。有触到哦，有触到哦。对。好，所以没错，是一个公正球啊。对，虽然是个挪印啊，打到网袋上，不过对方的手是有触到的。对。所以刚才台电得的那一分不算，公正球。高英奇发过来之后，在这边陈平宇。哎呀，这一次的壁式快攻没有配好，没打好。胡小佩这边也来一个壁式快攻，好球，好球。这一次2号位的攻击有了哈。对。所以一来一往之间刚刚那个挑战就很重要对，帮助到毅力营造这边把分数给追进了。许真轩，哇，他身材条件也很好，是。这边的贝菲胡小佩被拦到，修正球的攻击，徐婉云再给小佩，这次够快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佳瑶在第2波的这个举球上面，有时候那个举的动作、前置作业的那个动作有点太明显。就是说有时候举球员要有更多的这个举球的隐秘性，帮自己的攻击手制造出一些空档或是掩护的作用。毅力营造许真轩这边在2号位再度的打直线今天毅力营造在2号位这边都是打直的。对，然后台电我觉得这个教练团应该要不断的去提醒前排拦网的也好，或者是后排要拼手的人也好。现在感觉只要举到2号位就是予取予求。11号下3号曾宇柔上，21比14。特别把张庭伟换上来发球。佳瑶给静轩，守起来之后，在这边陈平宇打一个高打点的弹球。陈平宇这2年就像洪金讲的，经过了很多国际赛的洗礼之后，我觉得虽然才高中但是我觉得成长的还蛮快的。对，而且你面对到这种高大选手，他打起来完全没有在害怕的。佳瑶给小佩，这个球守得不错静轩，这边2号位第一次打斜线。婉云这一次攻击被拦回来，再给徐婉云。哇，好球！这一次用轻扣了婉云每一次在退位的同时他的眼睛的视线第一个都是先看对方的拦网在哪个位置，还有防守的布阵在哪里。越打越有经验了。22比15。陈平宇接发之后，这次攻击被台电队给收起。哇，拦网球员没有 touch，这是一个攻击出界。这边又要挑战拦网触球。毅力营造提出挑战项目是拦网触球。毅力营造这边2位教练林永顺跟庄明瑞其实都是风商体系出来的。是这是小毛的粉丝啊，纵也好。那个棒球里面有一句话说“给你纵也出来跑”，排球有没有这样？你现在要叫他出来打，他也是个很 OK 的。我跟你有没有 touch 到呢？来看一下。
哦，感觉上这个小指好像没有碰到哦。101挑战失败，23比15，徐婉云继续来发。平宇，最近在2号位这边选择改打斜线了。婉云的后排，结果打在网上。这个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台电队虽然你都可以把球防守起来，但是守起来能不能够让举球员好举或好修，让攻击手好打哦？其实这个也是他们要去改进的一个问题啊。哇！结果自由球员这个时候接发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吴敏玉。 刚刚镜头特别照到小毛教练的表情啊，其实现在领先分数够多啊，其实不用太严肃。胡小佩这个球有点网带帮他制造了时间差，你看这球打在网带，反而让来帮忙防守的自由球员这球来不及扑到。对，所以排球选手哦要好好跟这个排球的网带培养好的感情啊，有时候他会帮助你得分哦。 好，在2号位这边又改打直线了。101造请求替补7号下10号吴文轩上。24比18，现在还是高雄台电的局末点机会。这个时候把队长10号的吴文轩换上来发球。佳瑶。 举给金逸轩，中路切进来，直接在中间的3号这边攻击得分。在第1局的比赛结束高雄台电跟毅力营造在例行赛季下半季的交手，第1局的比赛是台电先取得点。拿下第1局，同时又可以结束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来到2025年，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今天这场气排20年女子组的赛事台电在第一局看到25比18当然台电今天在第一局各项的数据，不管是攻击的成功率、拦网，还有在失误方面，其实都比小妹妹毅力营造表现来得更好。其实从第一局的前段5比5之后台电就慢慢的把这个分差给拉开了。对。我觉得台电做得很好的是拦网拦网的环节那他们也把主要的攻击手，包含说陈平宇或是曾雨柔，其实都能够做有效的拦阻，所以得分率并没有那么的突出，所以也让分数可以慢慢的被拉开我们看到画面上，在第一局台电得分最高的是徐婉云的8分那陈平宇在第一局攻击有拿了4分，拦网拿了1分。当然在攻击点方面，如果陈平宇跟徐婉云这边抵消的话，那台电这边其实攻击点还是比毅力营造要来的更多，而且刚刚看到毅力营造只有1个快攻，全部都集中在2个边位上面。哇哦，说着说着陈平宇又来了，哇，速度真的很快。对，有时候你的攻击这个举球的高度被对方锁定住之后，接下来你就是只能用速度来取胜了。这边快攻胡小佩，毅力营造守起来，再给邱凡琪吗？没有，这次要给快攻，但是这次的快攻没有能够打好马德荣对，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核心肌群的力量还不是很足够所以在空中制空能力没有那么久，在空中感觉就好像软掉的感觉了。马德荣跟卢嘉文身高都超过了1.80米。对。但是就像洪吉讲的，未来可能在核心的一个肌群训练方面，可能要多多加油了。邱凡琪在4号位这边的斜线攻击打出了界外，对，2个都很高，但是你看到很明显的，卢嘉文他在整个机动性还有整个爆发力上面，确实是比马德荣好很多。不过他们都还是在高中阶段就是知道问题在哪里，就接下来就好好的练就对了。佳瑶开网球给彭雨柔。邱凡琪来了，这次进攻又被台电给守起来。敬轩，哇，一个邱凡琪过来拦应该是挡不住黄敬轩的高打点了。
号下11号江纯义上。这时候来换举球员，看是不是改变一下攻击手还有战术上面的一些节奏。徐婉云的发球发出了界外，3比2。目前在第2局依旧是高雄台电暂时领先。马德荣的发球，结果这次也送礼了。邱凡琪接发之后，在这边这个攻击被台电守起，好球，好球。洪雨柔，打点都很高哎。对，这球打得比较长一点啊，所以也让球可以有喷的机会。相持球现在给邱凡琪，在这边从拦网2位球员中间穿了出去。这是邱凡琪今天所拿下的第2分。面对台电这样的对手啊，你自己在发球上面绝对不能有什么太多失误的空间呢。邱凡琪接发给后排的陈平宇，哎呀，在网上。对，因为这个球离网子比较近哦，然后球又带旋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低手的手型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像这样哦，打到网子反弹了。这球没有掌握住那个球的旋转。好，陈毅休息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回到场上了。陈毅接发，哎呀，结果在这边卢嘉文跟举球员的配合又没配好。卢嘉文的球感觉还想要再稍微留一点哦，所以这个球好像不够，这个出去的这个力道不够强啊。接发球又出现状况，陈毅把球送过去，台电机会在这边，这是一个 C 式快攻，黄英琦得分。1-0造请求暂停。今天到目前为止，举球都还是小白教练都还是用佳瑶了。对。刘玉纯今天还在板凳上，可能也是想要让佳瑶多跟攻击手做搭配哦。那反观毅力这边哦，感觉现在教练团的脸色开始垮下来哦。但是我觉得年轻的球员还是要适当的去提醒他们哦，因为特别是你打不好没有关系，但是球场里面不要没有声音哦，少了那个球员之间彼此的沟通，这个是很严重的，要喊声啊。对，这种台语讲的爱画虾。从5比3之后啊，台电最近是拉出了一波4比0。陈毅，好球，利用卢嘉文帮他做掩护。其实这些年轻的毅力营造球员，攻击手其实他们的进攻的磅数其实都还蛮够的，都不错，真的都不错。所以我说他们今年展现的出来就是一个很成熟的球风，没有感觉像很稚嫩的那种感觉。洪宇柔这攻击也被守起哦，后排给陈毅。洪宇柔这个球被砍了出界，对，确实哦，有一段距离啊。哦，小王教练这边要挑战哦，对，他认为这个球应该是有压线的机会。
不过刚刚那条端线刚好在我的前方，我看是界外。哇，这个铁粉，这个北中南，他每一站都到这个球员，这个球迷啊，那是一零一照吴子华的球迷啊。对啊，这蛮明显的，大概差了1颗球。高手大剑挑战失败。陈毅，这球发给彭玉柔，彭玉柔接发之后，马上的来到4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这个个人移位之后，再从外面打了一个outside in进来啊，打得很漂亮。陈冰宇这个球，你看看，哇！刚刚徐婉云已经站在这个3米线以内的这个位置哦，还被打到哦。看一下哦，哇，打的真的有够斜。其实徐婉云的站位就很好哦。过去自由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历练，让他就是帮忙拦网球员，就是 cover 空档。是这个球，如果他再掌握度好一点的话，这个球很有机会是挡起来的。聪明，往后推哦，没有往下打。包英奇的快攻得分，今天到目前为止，包英奇已经拿下4分了。陈毅接发，在这边陈平宇高打点，想要打个touch out，不过台电守起来，徐婉云。这个球应该是 touch out， 打在网袋之后，应该是有碰到拦网球员的手了。然后从慢动作来看一下，有了，有，对，最后弹到吴文轩的右手。12比6，包英奇这个球发的比较短，陈平宇，徐婉云又来了。其实1零营造可以去思考一个他们目前的接发站位都站在6米线以后的位置哦，6米的地方以后。但是我们看到台电，因为他们现在发球的人都站得很后面，所以基本上发过来的球都是接近在4、5米的地方哦。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低手再去往前接的时候，力道掌握不好，很容易就会形成接发不到位。所以可能是不是思考调整一下这个发球接发的站位啊？对，又是掉在前区的位置。哇！现在又是台电的机会哦，在这边给胡小佩。其实很少看到在台电这边这个接发不到位啊，球员举成这种修正球的一个状况。就两边的接发球的2队接发球今天的状况真的是落差蛮大的。陈毅接发，陈平宇。这球应该有没有 touch 啊？要挑战哦。林永顺教练这时候要挑战，对，要挑战拦网触球。因为看起来好像是有机会成功的。对。这是李永顺教练的儿子跟女儿。是。林永顺教练过去球员时期是非常好的一名自由球员。对。那他的老婆则是非常好的一名攻击手。对，中间手，而且也是国手啊。有没有 touch？ 看起来，没有，好像没有。哇，这样子比分就有点被台电给拉开了哦。现在来到15比6，9分差距。包英奇就发得很短，又造成了在1零营造这边啊接发球的失误。哇，
对，所以你接发球，你最基本的第一波都没有的话，你只是让对方送呛死球过去，让他有攻击的机会而已。而且今天佳瑶举给空击手的球都举得很到位。对，好，10分差，我们来看看林佑胜教练这个时候不讲话了，选择让球员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坐在我们镜头前面开始喝水啊，孙哎。有时候教练在让球员感受不同的情绪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变化。对，你不能一直念他们，或是一直夸赞他们。有时候你要稍微调整一下。那像年轻的球员，他们自己就会学着去反思说到底状况出在哪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今天毅力营造在接发这边问题其实蛮严重的。那你会，如果你是教练，你会跟这些小朋友这个时候来跟他们讲什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最直接，你就调整接发的站位，每一个后排3个接发球的人全部向前一步。对，不要推那么后面接发。对，没错，因为你去看台电的球质其实也没有到很强。如果真的高过你的腰肩膀，你用上手去做接发球也可以啊。对，看又是发在前区，然后你每次他发过来，你才要往前蹲去找球。其实那接起来的球质都不是很好。这个呛死球又给了台电。哇，可惜了。许生轩跑到对面去救这个球。今天怎么打？感觉高雄台电的手啊，都在那边等你啊。我的包英奇的发球，现在已经是帮助高雄台电已经拉出了一波7-0的攻势。说着说着，这个时候发球过长。17-7，所以毅力营造在这场球如果还要有所抗衡的话，真的要先解决他们接发上面的问题啊。今天在前2局台电这边打得非常顺，对，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换人。你看队长皮皮曾婉玲到目前为止还没上来。好，这一次的斜线攻击有曾雨柔。这是曾雨柔今天拿到的第1分。我难得看到台电这边接发没有接好啊。再做个徐婉云。哇，在4号位还是很有他这个破坏力啊。面对2名拦网球员啊，小钢炮徐婉云再度的攻击得分，18-8，还是10分差距。第2局还没有打完啊，徐婉云的得分现在已经来到12分了。这球又被拦到。第2次进攻的机会打的斜线比较长，季轩，这个就是有高打点的好处啊，他可以用他的手腕提前用手腕稍微再加压多一点，让球提早落地。就刚好打在前后排中间的空档。对，19-8，陈毅接发，在这边的攻击。又被台电队守起来，交给徐婉云，修正球的攻击，徐婉云还是照样能够得分。哇，徐婉云在空中一直在观察拦网的手在哪个地方，他要攻击哪个结构体最弱的地方啊。打在吴文轩的右手上，对，因为他的右手也等于是这个边卫拦网者的左手。看到刘玉纯上来了，但是刘玉纯开始的发球就发在网带上。哇，台电这个热身区可用之兵还很多不过以目前的状态，应该是不用到他们了。但是我在猜大胆的想可能第3局台电队这边应该就会放一些今天没有上场的球员上来
因为在今天比赛打完之后，明天礼拜天的下午1点钟，台电队要来面对今年算是唯一打败过他们的对手台北金华。今年新赛季开季的2连败都是输给金华。好，这一次的攻击终于有了，终于。 这个球小佩过来协助拦网也来不及了。哇！这次打在拦网球员手上出界。刚刚这也是打在这个陈思瑜的手上出界。金轩，他前面怎么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让他自由挥洒。基本上就是在2号位这边吃自助餐了，看他想吃什么就夹什么。哇，打点又高，但是而且我们有常提到，在上半季的时候就有提到阿敏在这个赛季其实他的攻击磅数是有所成长的。哦，在这边1-0营造看到3号的曾宇柔，他其实要善用他这个左手攻击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哦。哇，不过台电队刚换上来的陈思宇哦，攻击可能还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在拦网的部分，目前举到他那个位置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把球拦下来。陈毅，这次攻击被守下。哦，说着说着，陈思瑜拿到了今天进攻的第1分喽。是。23-12。陈毅做一个吊球，哇，守得漂亮，黄敬轩。1-0营造。卢嘉文的攻击又被守到，哇！陈思瑜，哦，他的进攻威力不会输给徐婉云。对，他的磅数本来就是很重哦，从高中时期到现在的大学7A联赛，磅数一直都维持在很高档的一个状态。哇，这个接发球的失误啊，现在也让第2局结束啊。在12月初，曾经也有一局也是这样的比分，25-12啊，多达13分的分差。现在高雄台电在这场与1-0营造比赛局数上已经取得2-0的听牌优势了。休息一下。恭喜高雄台电队。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来看到高雄台电啊，在今天这场对1-0营造比赛第2局，哇，非常恐怖的攻击的得分率啊，竟然是高达57%，而且在第2局又有3次的拦网得分。我觉得在1-0营造这边，现在虽然是局数0-2落后，不过他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想办法先把接发球给做。没错，没错。因为你看到这个非常低迷的攻击率，也有可能造成的原因就是跟接发球占了很大的关联性。在第1局，2队至少还有5度平手。你看到第2局，哇，单局没有半颗快攻，攻击得分只有8分，而且又跟第1局一样，第1局跟第2局加起来，1-0营造只有1次快攻得分。所以这个在让台电队在设定拦网上面就更加的轻松了哈，就直接接发球起来就往2边边线去移动做拦网。好，第3局的比赛开始。还有，张廷伟、彭宇柔，哇，在4号位这边没有强攻而是把球做一个好像有点像吊球一样的一个平放。对，彭宇柔，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对，最后出手是一个轻扣。
婉云来发球，陈平宇，哇，这球徐婉云救得漂亮。啊，右群第3局也上来了。对。彭宇柔在这边的攻击，啊，结果球打点没有打准，对，打出了界外，也没有包到球啊。哇，必须要减少失误啊！陈平宇的发球，这个时候又是出现失误。对，而且在第2局哦，光一力营造失误送给高雄台电的分数就有6分了。好，这次的斜线攻击有哦，曾雨柔。所以其实毅力这边哦，接发球有接到位，他们的第1波还是很有威胁性的。但是重点就是能不能够延续哦这个接发球的到位率。后排有。队长吴文轩来发球，发给徐婉云，彭雨柔，面对只有1个人来拦他，彭雨柔直接打在徐真轩的手上。攻击得分，彭雨柔今天到目前为止拿到8分呢，是队上得分第3高的。哦，这个球打在右群的手上。这个球以合理性来说哦，除了后面的自由球员要积极的做扑救之外，其实刚刚没有帮忙拦网的鲍英奇应该要沉退下来帮忙先做cover。看到鲍英奇都一直站在靠近网子的地方了，他退开了。对，徐婉云接发，鲍英奇做一个单脚背飞，看起来台电女排的队长皮皮是有把他的这个绝招啊，单脚背飞，这个好好的传授下去。对，这个后继有人啊。哦。今年上一次我记得赛后访问的时候，皮皮非常斩钉截铁的跟我说，今年绝对是最后一个赛季了，所以要看到这个台电女排队长曾婉玲的身手，请大家多多的来锁定电视转播，或者刚好趁这段期间，过年前这段期间，因为都在北部地区，所以好好的来进场来看球。哦，哇，这个后排。哦，这个球应该是界外，最后许真轩是想接又想放哦。鲍英奇来发球，陈平宇，今天他还是算毅力营造当中的一个稳定的得分点，目前他是全队得分最高啊，得到8分。但是这个跟他平时的在每一场的表现来说有很大的落差哦。其实今天他的整体的发挥并没有很好。我今天24次的进攻，对，得到7分，进攻得分率还不到30%。哎，这个时候接发球，台电的自由球员吴敏玉，同样是站位的问题哦。哇，这是我记得毅力营造应该首度领先吧，6比5。哇，徐婉云，我都觉得他这个球好像会攻击出界，但是扩晃又是能够击坠。对，而且他都好像可以把球控制打到没有人在防守的位置哦，这个是他很厉害的这个经验。举球员刘玉纯的发球，陈平宇，刘玉纯只有手起哦。陈平宇做个吊球，交给后排的蔡佑群。陈平宇再来，结果这球被拦到，还是打不进去啊。
我今天在拦网的设定上真的是做得很好。而且他们台电今天在这个中间起跳之后过去做并位拦网的这个速度来得很快啊！哇，刘玉纯发出了一个触网进的 ace。台电这2名举球员啊，这个刘玉纯是左手，啊，洪家耀是右手。换了一个进攻方式，切进来。对，有时候你在边位被拦网设定住之后，也节奏被掌握住之后，其实就是自己要做一些多做一些移位攻击啊。张廷伟这球发短，胡小佩接发之后交给彭宇柔。这就守起来喽，陈平宇。其实，在台电这边前排，如果轮转到婉云这边的时候，他的身高会是拦网上面比较吃亏的地方。所以毅力这边也可以尽量把战术设计到4号位这个地方，让攻击手来做攻击。于纯交给彭宇柔，这个攻击球守起喽。哦，好球，好球！曾宇柔这球突破了2名拦网球员的手啊，攻击得分。9比8，现在1分落后的台电，小毛教练喊出了暂停，我们来听一听。边的，我现在都发给你，这个，对，这边，然后那里是谁的手？对吧？想一下要打哪里。 发现一个小球，小佩接好再走。台电，对。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交代了，就是调整一下节奏而已。对。纵也好，这个小毛的加油团啊，这应该是之前就一直关注气牌哦，从小毛还是球员的时候，应该就跟到现在了。 刘玉纯坐到4号位这边给彭宇柔，这球1-0这样守起来了，守得不错。后排蔡佑群这个球也守得很好。修正球的攻击，徐婉云。哇，陈平宇这球攻击的欲望很强啊，但是进攻出界。9比9。 廷伟在这边做一个快攻，被守起来。啊，比较可惜，这个球没有进攻。曾宇柔的进攻又被拦网拦到。平宇再给彭宇柔，这次有了。 其实两边的防守都有到位了哦，那也成功守起很多的球，但是最后就是看攻击手最后谁能够把握住啊。哇，这个球还是插到了网带哦。哇，这球徐婉云真的也是算救得很精彩啊。 玉成第一时间的反应，用上手。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像徐婉云这样类型的选手哦，你在前排有很好的攻击能力，你到后排的时候，因为他有自由球员的底，而且防守也不错，所以其实等于现在台电后排是有2个自由球员在防守。的确哈。蔡佑群在4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招牌的攻击手法啊，利用球的流动带到直线的位置，从头到尾身体都是面向斜线的
位置，用身体做假动作。对，好，B 式快攻得分，10营造。刚才得分的是队长吴文轩。吴文轩虽然身高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的技巧性非常的好。好，这是10营造机会哦，给后排，哇，打在网带是一个 no in。12比11，高雄台电现在又暂时1分领先了。不过这一局我觉得10营造有算是修正了前面2局这样的一个，至少分数有咬住了，没有一下就被拉开啊。平宇接发之后，这边这个球哇又被婉云守到，对，蔡佑群想要打个 touch out， 也成功了。目前在高雄台电队这边啊，场上已经有8名球员都有得分的记录。B 式快攻，这次的攻击在界内落地，好球！这个球出手速度也很快。卢嘉文，洪庆，你觉得张庭伟这边的举球还有什么可以再做调整、修正的地方？我觉得他因为庭伟的球哦，他出去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没有跟攻击手这边有很好的一个默契搭配或节奏上面长时间的磨练的话，其实有时候你会让攻击手会有点来的措手不及的感觉，没有办法很安稳的做出手。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球质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球出手之后的那个节奏跟速度，可能还要再稍微微调一下。卢嘉文的 B 快被守起来，徐婉云，触网哨音响了，吹的是10营造这边刚才前排球员触网。哦，这10这边可能刚刚有打到，不小心打到学姐的可能这个胸口以上的部位啊，所以可能都过来质疑一下。这一次想要偷袭，哇，得手了，张庭伟。其实不管怎么样啊，张庭伟虽然说他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上面都还需要加强，而且他重点是还年轻，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精进啊。但是他未来绝对是我们国内会去积极培养的一个这个举球员哦。10营造攻击手许真轩发球，这球发的还不错，修正，这个呛死哦！陈平宇的攻击又被台电队给守起来，哇，可惜啊，卢嘉文这边。这个球在空中的时候，想要多打一些角度哦，结果没有掌握好，因为毕竟也比较靠近这个二裁这边的边线，所以没有太多的空间了。为了要闪避拦网，多切了一点。哦，那吴明玉也是判断的非常准确。这一次接发在10营造这边又是没有能够到位啊，给陈平宇的攻击打出了界外。哇，这分差现在有一点被拉开了，17比13。所以在场上这边，林庸顺教练请求暂停。这一次林庸顺教练又默默的走回休息区了。今天不止毅力这个团队里面打得很闷哦，这个庸顺教练今天也蛮闷的。不过他们这最近应该也蛮累，因为这个他所带的东山高中最近啊，应该是上个礼拜哦，才到日本的冲绳去做异地训练。而且在年底这个时候也是学生联赛的一个赛季嘛，他们接下来马上要面对的就是复赛了。
暂停过后回来，高雄台电这边快攻手包英奇。好，切进来的陈品宇，这一次的攻击被守住，这一次有了卢嘉文。哇，其实刘玉纯有点晃神啊，因为陈品宇本来是他应该要盯的攻击手，但是因为他刚刚已经内切到达了3号、2号位的位置，所以他刚刚起跳应该马上就要先顾卢嘉文的快攻，但是完全就是忽略掉。修正给徐婉云的攻击，哇，高打点 touch out，打在拦网球员的指尖呢、哇，到目前这个样子打下去的话，应该台电很有机会可以拿到本赛季的这个8连胜。是，陈品宇斜线的攻击被守起来。好球，这个球刘玉纯的选择哦也来得很适当哦，全部挤在2号位的位置，突然拉出一个长球给徐婉云来做攻击啊！哇，徐婉云今天到目前为止26次的攻击出手，拿下了16分，攻击成功率是来到61%。婉云再来。给小佩的快攻，陈品宇，哎呀，哇，少踩了一步。对，其实这个在举球的技术里面算是非常难的，特别是举球员在后排哦，你防守起来，你要马上冲进去，然后要让球身体先稳定，手再稳定，再举出去哦，其实是蛮困难的。举起来的话就是好球。对。玉纯，哇，婉云这一球应该是打在网袋，而且我觉得举球除了你跑进去，你要脚步先快之外哦，你有时候要把这个垂直面的球转成水平面的哦，其实那个也是一项技术啊。陈品宇，这个球被拦回来，哇！今天这3局比赛打下来啊，高雄台电这边已经有7次的拦网得分，光靠拦网就得7分了。哦，不错，利用队友帮忙掩护的一个时间差攻击，也完全把这个台电这边的拦网给骗开了。完全没有人拦网。这个球蔡佑群哦，看到自己对位的攻击手切进去，应该要稍微用手稍微推一下小佩，提醒一下。哇，这边一样的战术。虽然这个球接的位置有点尴尬，但是还是想办法把战术给做出来了。刘玉纯利用胡小佩的掩护啊，结果是彭宇柔切进来的3号位这边的重锤。21-17。佑群，好球！蔡佑群今天上来也是展现了非常高效的得分。对。毅力如果喊暂停，那就代表这一局的就暂停要用光了。对。剩下有的就是挑战了哦。那毅力营造今天当然得分最高的是陈品宇，陈品宇到目前为止拿下了12分。另外一名攻击手曾雨柔拿下了9分。快攻的卢嘉文今天是拿到6分。台电这边今天得分最高的当然是徐婉云的16分了。那彭宇柔到目前为止也是有双位数11分的得分。台电这边希望直落3保留战力啊，全力来准备明天
下午1点钟啊，对台北精华那场复仇之战。哦，印象很深刻，他们在台体大的时候，这个对精华的2连战，第一天台北精华台电先赢2局，然后最后被台北精华赢3局，那第2天是完全相反。又是打在这个防守球员的手上喷掉。蔡佑群，蔡佑群今天7次出手攻击拿下了5分，得分效率很高。这个就标准的哦，7点半上班，8点就下班了。然后帮公司赚了不少钱了。23-18。哇，那这边又来了一个2换3的战术哦，让前排保持3支攻击手。好球，好球！曾宇柔靠这个得分啊，曾宇柔今天的得分也来到双位数了。4分的落后，好好的发一个球，佳瑶举给季轩，只有张庭伟一个人来拦。哇，真的就像同学讲的，季轩吃自助餐啊。对，想吃什么自己夹，看他想夹什么。Match point， 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赛末点。右群的发球，接发之后快攻，好球。卢嘉文。但我觉得至少这一局毅力营造有把那个整个状态稍微调整回来了哦，没有说像第2局一样，就是状态一直在往下走。是，结果在这个时候发球出界，许真轩的再见发球出界也结束了这场比赛啊。第3局的比分是25-20。那今年例行赛季啊，从上半季到下半季啊，毅力营造与高雄台电的3场交手。那台电女排是取得了3战全胜。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听赛后访问。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来到2025年，我们来到新北市的新庄体育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气排女子组的比赛啊，恭喜啊高雄台电女排啊拿下了8连胜。在赛后要访问到的是我们小毛教练，还有我们的2位自由球员吴敏玉还有钟宏勋。那先问到小毛教练，8连胜啊，开机2连败，有一点让大家紧张。不过现在这一波8连胜，是不是整个感觉都回来了？我觉得包括选手跟教练团们也会越来越有信心。因为对于这个8连胜来说，我们在这之中做了很多调整，然后还有很多训练，然后选手也很配合。对，上半季其实对110营造，其实在凤山打了2场，都打了4局，对，小妹妹都打了4局，对，结果今天感觉你们一开始有备而来，第1局、第2局，不管拦网也好，你们接发球到位给攻击手也好，今天的不管攻防两端的表现都非常的完美，是有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跟设定吗？我们有针对他们妹妹他们的攻击的特性去做一些拦网上的布局，就是。但我觉得我们的选手他其实也知道，因为已经打了2场了，对于整个对手的熟悉都很了解，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表现。好，我们知道台电女排是一支正在换血中的球队啊。那今天访问到2位自由球员，其实也是今年才加入台电女排。那我先问到洪勋好了，洪勋现在还念大学嘛，对不对？你在中正大学，对不对？对。那谈一谈今年加入到了台电女排之后，那跟你平常打大专联赛，你自己有什么样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气点应该强度很高，强度更高。对，所以我觉得我就会更要求自己，就是在平常训练上更要求自己的动作，还有细腻度、准确度。当然对上的攻击手这么多啊，那各队现在也是把台电作为头号假想敌。那身为队上专门负责防守、专职的自由球员。对今年第一个在台电的赛季的感想，然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判断。对，然后移位上可能我觉得可以再快一点，有时候都会顿一下然后才出去。小毛教练平常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他都说我会多偷跑啊。
他很凶吗？不会，对我很好。好，我接下来问明玉。明玉你在念高师大嘛？同样的问题，你觉得大专联赛，当然我们知道气排的可以说水准又更高了。那身为一个自由球员，你觉得你自己在场上的一个帮忙防守的一个部分，你自己有这个经历过这个赛季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觉得是经验越来越好，就是像是不管是接发球或防守的经验，就是对同样对手会知道他们打哪里，然后通常会处理哪里的球，所以经验会比较好。当然防守是要帮助球队，你自己有期望自己现在已经要下半季了，有没有什么样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当然是越来越好啊，就是把每一颗球都送到位，然后每一颗球都守到。在平常在台电练球辛不辛苦？还好，但是学的东西很多。学的东西很多，对，希望能够都带给2位大学的球员能够有帮助。那最后就请小华教练来做个总结啊。今天拿下8连胜，明天礼拜天1月5号下午1点钟就要面对台北金华了。本赛季吞下2败都是在金华手上输掉的。明天有没有做好准备了？当然是做好准备，我相信选手也是。OK， 对，那就希望明天也呈现一场精彩球赛来给观众朋友。谢谢。好，以上就是今天赛后访问，接下来时间交给洪青了。好，那我想今天要恭喜高雄台电在今天的比赛顺利获胜，那也拿下整个赛季的一个8连胜那其实我们之前都知道，台电一直在这几个赛季面临到换血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觉得他到目前为止，整个台电该有的球风，整个稳定度其实有慢慢的在提升。那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在赛前也对于这个年轻的毅力营造有很大的一个期望，但是他们在今天，不管说特别是在接发球的环节上面，并没有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所以影响到第一波。那正中的这个陈平宇主要的攻击手也没有太多这个得分上面的一个表现，所以其实往往在前2局的前半段就让分数被台电这边拉得非常的开，扬长而去那在后面苦苦追赶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调整但是我相信毅力营造整体的实力应该是不是只有这样，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未来可以继续加油我们刚才也看到毅力营造这场比赛的攻击数据攻击成功率其实只有30%，而且说实在，今天快攻说实在打太少。没错。而且今天全场3局的比赛，他们双方在拦网的得分方面，那高雄台电是远远的超过毅力营造。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跟洪青有讨论到，毅力营造今天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接发球无法到位。接发球无法到位的情况之下，其实就让整个攻击的一个发动就感觉上。就让攻击手，你看，就像刚才讲到陈平宇，今天虽然出手攻击的机会很多，但是的攻击效率并不高。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正中的主要攻击手，这个简义文今天没有上场，确实对于毅力营造这个整体的得分点上面其实影响非常的大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简义文要赶快归队才可以帮助毅力营造的整体的战力做有效的一个提升。但是刚亚里哥特别提到，接发球真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你没有接发球，你攻击手的能力再好，你要有很多华丽的战术，其实都会受限于接发球。好，恭喜高雄台电女排拿下了8连胜。那下一场比赛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新北中仙要来对上台北金华的比赛，在稍后将会在新庄体育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我是陈雅里跟球评黄宏清，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更精彩的企业排球联赛再会，拜拜，谢谢，拜拜。